大家好，我是考验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抹茶大理石蛋糕。用到的原料有中筋粉、黄油、鸡蛋、牛奶、砂糖、盐、泡打粉、抹茶粉和香草精。我们先来做准备工作。中筋粉和泡打粉、盐搅拌之后过筛备用。稍后我们需要交替加入干湿原料，因此需要先混合过筛，方便使用。接着我们把冷藏取出的鸡蛋用6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泡一会儿，以提高温度。取一个大盆，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，打软。我们今天的操作方法叫糖油搅拌法。先将油脂和砂糖充分混合拌匀，再加入蛋和面粉。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在搅拌过程中冲入空气，使成品体积较大，内部松软。加入砂糖，搅打均匀。因为液态的黄油无法冲入空气，植物黄油、麦淇淋也无法稳定包裹空气，因此这两种原料不适合这种制作方法。如果你的配方里同时有2种不同油脂，比如 shortening 和黄油，则不要混合在一起搅打。黄油比较硬，需要先打软黄油，然后再加 shortening。分次加入鸡蛋，搅打均匀。因为黄油量少，为了防止鸡蛋温度过低，导致面糊出现水油分离的现象，我们需要用室温鸡蛋。如果没有室温鸡蛋，则可以像我这样用泡热水的方法，或者先加蛋黄，第2次再加蛋清。因为蛋黄富含卵磷脂，是非常好的天然乳化剂，加入后非常容易和面糊融合。接着再加入含水量大的蛋清，让面糊稀释且不容易水油分离。接着分次交替加入干湿原料，先加干性原料搅拌，就是我们准备工作时筛好的粉类混合物，可以分4到5次加完。然后加湿性原料，这个配方中使用的是室温牛奶，或者可以用微波炉略加热。干湿原料交替加入，干性、湿性、干性、湿性、干性。最后以干性原料收尾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面糊保持一定稀稠度，方便搅拌，让面糊更好的吸收液体，不容易水油分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不要过度搅拌，搅拌匀就可以。取一个小盆，过筛抹茶粉，然后加点面糊，搅拌到大致看不到干粉之后，用打蛋器搅打均匀。然后再少量加入面糊搅拌。分次加入面糊搅拌比直接筛入抹茶粉搅拌更不容易有颗粒。不过即使有小颗粒也没有关系，简单烘焙嘛。我们在抹茶戚风的视频里已经对比过了，烘烤过后不会看到明显的抹茶颗粒。抹茶面糊做好后，倒在大盆和另一半面糊里略搅拌即可。如果需要加香草精的话，可以加在没有搅拌抹茶粉的那一半面糊里，这是可选项。想要奶牛纹那种清晰大色块，则不要过多搅拌；想要丝状大理石纹，则可以略多搅拌。模具底部喷油再垫纸，油脂就不会滑动，方便入模，也方便脱模。想要清晰大色块纹路时，也可以不搅拌。在入模时，直接交替加入2种不同颜色的面糊，然后用竹签在模具里略搅拌即可。配方的面糊大约有900多克，可以分成3个小模具，也可以装2个。不同面糊厚度需要的烘烤时间是不同的。入预热到350华氏度或者180摄氏度的烤箱，烘烤35到45分钟左右。在入炉10到15分钟的时候，观察表面结皮之后，可以用湿的小刀划开表皮。蛋糕之后的膨胀会比较均匀。
当然这是可选项。我装的面糊有点多，烤了45分钟，竹签扎到蛋糕底部，拔出不粘连面糊就熟了。取出后趁热脱模。含黄油的蛋糕冷却后黄油凝固，更容易粘在模具上，脱模更难，因此需要底部垫纸或者趁热脱模。这款蛋糕非常松软湿润，如果你和我一样很喜欢抹茶的话，推荐你试试这款蛋糕。好啦，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